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4.4 版本下半也即将迎来八重绳子的复刻了。最近有不少新老玩家在目前版本问一下八重绳子抽取程度如何啊？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期攻略，以及给出一个抽取建议啊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自己一个硬币池经验。同时视频对转发请都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无经验的，谢谢。先简单概括一下八重绳子的定位啊，属于后台雷系副 C， 通过战绩频繁挂雷以及输出的一名5星角色了。战绩呢能够追踪敌人，使得玩家在操作上非常无脑简单。对于萌新玩家还是老玩家来说，大世界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了。接下来过一下八重的技能啊，普攻造成3段伤害，重击造成范围伤害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。八重作为副 C 为主的角色，一般情况普攻可以不用升级，很帅啊，不用点的。不过如果你是在大世界战场上，可以说是稍微升一下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核心战绩八重主要的输出来源，战绩最多可以释放3次，释放的东西叫杀生鹰，释放的杀生鹰最高有4阶伤害，不过灵命最多是只有3阶的啊，每一阶都外观都有不一样的，1阶是最小的，2阶大一点，3阶更大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的。那么要怎么提升才能让这3个杀生鹰变成灵命最高的3阶呢？这个也是非常简单啊，只要让这个3个战绩彼此距离不要太远，就能达到最高级。建议围绕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的杀生鹰，让这个伤害达成最大化。持续有14秒啊，战绩1次冷却4秒，可以说是没有真空期的战绩了，非常的强啊。元素爆发简单粗暴的范围雷伤了，造成技能伤害以及根据场上杀生鹰的数量来摧毁，并多打出1次大招伤害。也就是说1段的技能以及3段杀生鹰一共是4段伤害嘛，在9级情况下已经高达2000多倍率的伤害了，非常恐怖啊。不过由于大招90点能量的情况啊，实战当中主要用于收尾来使用的，所以不用担心说能量要求过高的问题啊。天赋1开大后，因为把杀生鹰摧毁了，同时可以让战绩冷却重置了，这一点也是没有下毒的。如果开大后摧毁了，战绩还在冷却，那么对于整个队伍来说，总体伤害都会下滑的嘛。所以这个天赋1对于开大期间还是很重要的。天赋2根据精通来提高8重战绩的伤害的，100点精通可以提高15%的真伤。不过这个精通的取舍在后面片上一起说吧，毕竟大招吃不到。总体看下来，8重技能机制非常好理解啊，实在不明白的话，你只要记住2个东西啊。第一个，战绩要尽量把杀生鹰靠近一点，这样灵命的8重就可以把3株杀生鹰提高到3阶的一个伤害了。第二点，开大期间要保证有3个杀生鹰存在的时候再开出大招，打出爆发。记住这以上2个东西，就非常容易上手8重的一个玩法了。接下来说一下配对以及抽取推荐了。8重在早期没有草绳的情况下，由于没有激化体系，8重不管是超载感电等等的反应，给人感觉就是又刮痧又墨迹的感觉。但是随着虚弥版本的到来，草绳加入之后，8重的强度才有大幅度的提升了。不过就算有了草绳之后，也不代表就业它就多了，依旧处于一个又强又弱的情况。怎么说呢？当前版本8重除了一个提8或者海8的队伍，这2个激化主流队伍啊，完全不建议去抽取8重这名角色了啊！因为强是因为这2个队伍里面的最佳选择了。你变成雷神虽然挂雷不错了，但是少了8重的后台伤害了，队伍的总体伤害就不高了。如果你换成环女，那么挂雷以及队群方面以及覆盖率会大幅下滑的。所以8重只推荐这2个队伍，说弱呢是很多队伍都用不到。所以我给8重评价属于那种看队伍来决定强度的一个角色了。OK， 说了这么多了，就来说说8重的队伍出手法以及下位替代选择吧。以提8来说，钟离开局套盾，草绳 EQ 大招可以给队伍提供精通，8重战绩3连，小提战绩接重击后触发天赋2的50点精通接大招，随后2发重击接8重大招收尾，后续呢按照这个循环输出即可。这个队伍的输出，你要是发现会让你发呆等冷却的情况，那么就是你手法有点问题了。提那里至于说为什么要重击大招再接重击呢？第一种情况啊，刚才说了，为了大招可以吃到伤害更高一点嘛。第二，重击可以铲球嘛，大招能量会你不开的会浪费啊，因为大招开的多了，那么这个队伍的一个走才比较顺，不然你大招开的少，你的冷却时间也比较多，不然该干嘛的就会乱。海哥队伍几乎也是同理的步骤啊，这2个队伍在打杀虫的时候非常舒服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最优打杀虫的队伍，但是我个人觉得玩下来是打杀虫最优的。大概是我这个平民的队伍里面打杀虫在1分钟左右能打完了。如果你面板比较好，那么40-50秒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OK， 那么接下来是配装推荐。八重的武器选择上，除了装武之外，5星就四风、盾锁还有天空了。4星武器最优是精武的流量乐章，因为八重打击化呢是后台为主的，总体下来比四风精一好用。4星武器没有流量就用月卡的日月过渡吧，其他4星暂时没有比较好的合适的八重的吧。流量乐章也被人称为赌狗乐章，因为它的特效被动比较赌的那种，赌得好那么就会很强，赌得差那就会很一般。但是对于八重这种吃攻击、吃元素增伤还有这个精通来说，不管赌到哪一个都是非常好用的一把武器了。虽然持续只有10秒，但是你切出来的时候 buff 生效，马上切大招就能吃到这个 buff， 非常的好用啊。圣物最优4剧团提供高额增伤，也是八重的毕业套装了。但是像我一样实在刷不到比较好的，那么可以用闪剑2攻击2精通散搭堆高面板也是完全可以的。但是由于八重队友没有攻击拐，杀戮还是需要攻击力的。精通可以靠武器、双草还有草神的加精通，所以八重精通并不是说一定要强堆的，100多点精通就足够使用了。杯子最好是雷伤，有剧团套经过测试啊，攻击杯也很不错啊。头暴击爆伤，面板按照流量武器来说，70、200以上算小毕业。我这个100、190算是一个毕业面板了啊，满爆八重，只有用过才知道有多爽啊！有条件可以参考我的面板啊。我这个八重双爆有235分左右了，要是精通高一点的话，算是大毕业我都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忘记说了，八重队伍的下位选择，没有草神可以换成瑶瑶提供治疗挂草或者草主。没有钟离可以换成其他的可以增伤治疗角色，由于激化为主的嘛，尽量不要带水系角色啊，可以带白竹就挺不错的，增伤挂草治疗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完整的提拔或者海拔，还是推荐草行酒会更强，因为提拔和海拔要有一定练度，上限伤害才能超过草行酒的。不过具体想法还得看个人的想法嘛，毕竟你如果想要玩八重为主的嘛，那么就考虑提拔了。命座方面，如果是考虑提拔的队伍总体伤害，优先2命草神，再去考虑2命八重吧。1命八重是能量回复的，但是八重总体下来并不是以开大招为主的嘛，不重要啊。我1命那是因为不小心出来的，没办法。至于其他命座性价比就不高了，真爱以及克劳去选择吧，要么就0命，要么就2命的一个八重选择。当然2命我就感觉也不是很必要啊，考虑性价比，0命就够用了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有帮助到各位希望给点赞支持UP主。那么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，我们下期有缘再见，各位拜拜。